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拥抱心理，这是这个专题的最后一集。今天要谈的一个情绪是忧忧哦。那在脑筋急转弯里面，忧忧这个角色好像比较就是所有比较低落的哈，总是想着很绝望的，然后未来应该不会发生太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跟一个这个感觉，他们把它统称叫忧忧。不过里面其实生活心理上看到几个，如果要用更具体的情绪的话，好像例如说我们刚刚我们自己讨论有忧郁的忧郁、悲伤，然后就很多词啊，低落、沮丧、无助的啊，闷闷的，这些都脆弱，都是在这个大的忧忧里面。好，所以忧忧一个人其实大范围，如果你细抓，它不是只有忧郁这个情绪而已，它还有悲伤。因为其实忧郁跟悲伤，说真的，其实也不太一样的感觉。所以今天可以跟大家比较谈到，就是我们谈比较像难过啊、悲伤这个部分，我们是怎么会形成这样的状况？我们今天先 focus 在悲伤和难过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层次。那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呢，大绝多数的这个难过或悲伤的根源呢，都是比较是源自于我们内在的渴望或是需求没有被满足，所以长期下来呢，就是可能有些人压抑了自己真实内在的需求，或者是不认为自己可以去满足到自己的渴望，那慢慢的就变成一种绝望。所以其实还是有历程的，对不对？没错，不是马上就绝望。对，在绝望前面，其实可能有一些情绪的历程。对，我在很多跟这个情绪和需求的这个讨论中呢，我都有谈到这个历程。通常啊，一个小朋友他渴望一个东西，但是在一开始大人不满足他的时候，他会怎么表达？有一点小失落，但有些小朋友一开始也是会生气，哭哭闹，所以他是比较愤怒的，生气。但是如果说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我们要的时候，我们不会永无止境的愤怒下去，因为呢，我们的能量会耗损太多，所以身体呢就会慢慢把能量这个节省回来，但是情绪相对来讲就荡下去了，就变成一种低落、难过。那如果你觉得伤心，爸妈都没有满足你的渴望，那在更长久以来依然无法得到满足，那这个难过或伤心会再走到什么历程？无助或甚至就绝望。对，绝望之后就很痛苦，因为绝望的感觉非常痛苦。但是身体又不会让自己呢，就是这么痛苦，因为太痛了，所以自我保护机制就又启动了。那会到什么情绪？生气，有可能，但是多数在更深的话，它就会走向一种切断、无所谓、不在乎、冷漠。就是觉得都无所谓啦，反正你对我好，你对我不好，我无所谓了。其实有点像是那个解离，就切到一个频道，对，没错，把那个感觉，把那个绝望的感觉切掉，对，藏起来，然后变得好像没有感觉，没错，对，所以啊，就是我们其实观察一个人呐，他现在在什么阶段，大致也可以从他的情绪来判断，但是那些切断的情绪啊，他可能就会像上一集我们谈到的，他会从一些地方爆出来。我们上一集的结尾啊，就是谈到你不是藏起来大部分是藏到潜意识。对。可是其实我们知道他们不会因为你藏起来就消失了。没错，他会从缝衍生出很多的问题哦。像我以前有接过这种自杀的个案，在陪他很深入的探索之后，他说他在割腕的当下，他没有真的想死，没有。他想要干嘛呢？他想要去感觉那个痛感觉到痛呢，感觉到原来自己还有感觉。为什么他要透过一个痛来让自己感觉到有感觉是重要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说，他已经身体保护机制就是来到一个切断跟解离或是无感的状态下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有活着的感觉。所以他割，他不是真的想死。所以我们透过一些症状，如果更深入的去看跟感受的话，其实会知道这个人经历了一些很深的不被理解或是不被满足的这个状态。所以在这过程中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用比较好的方式，慢慢的让一个人恢复过来，就是再重新的陪他探索他到底生命中或生活中他渴望什么，他需要什么，然后是可以开始有一些做一些事情去开始慢慢的满足自己，不是去找一个人来满足自己。如果可以找得到当然好啊，但是多数的个案就是因为都找不到才来找到心理师嘛，对不对？这样讲很哀伤哎。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的确这样，但是也许他们比较没有意识到可以这么做，因为已经惯性了，他已经不去看自己的需求很久了，然后不觉得别人可以满足他很久了。像我有朋友又出现了，朋友啊，他就在跟我谈一谈之后，他突然就跟我说，我发现其实我身边很多人都很关心我。我说你才知道你的资源有多少，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在他没有意识到之前，他都一直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都是自己一个人，很多时候都要自己一个人撑着。那以前他也有朋友跟他说，你不需要自己撑着，有事都可以找我们，但是他没有听进去心里面，也就是他的潜意识的信念还留在可能小时候成长过程中固化出来的，就是对啊，我就是一个没办法得到协助的人，我就是一个被拒绝的人。那他其实长大了之后，他的生活环境已经改变了，可是他没有从他自己的小小的这个潜意识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疗愈好他自己。应该说，其实我刚刚申峰讲那段，我想到有一些人会来找心理师，他们会就是真的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人要支持他们，或者是说其实有人想要关心，可是他觉得很麻烦，他觉得这是一个对别人造成麻烦，对，所以他们说来找心理师会稍微轻松一点，因为毕竟諮商关系是一个諮商关系就是一个特殊的关系，这的确是会付费的，然后除了諮商关系以外，不会有其他的，不会有双重关系，这个是法伦理上我们规定的很清楚的，你的心理师就只是你的心理师，你跟你的心理师也只会在諮商所见面。不会去喝咖啡，不会去干嘛，不会去逛街，不会在你的生活里面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们会觉得来找心理师比较干脆，对，比较简单。可是其实这也相对的，就像申峰讲的，申峰心理师讲的，他们其实也把自己在生活里面比较关起来了。对啊，那这个部分呢，如何去重新的看见自己的渴望跟需要啊？有一些压抑的很深的人呢，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从小都别人告诉他要做什么做什么，对不对？但是这个很深的这个忧郁的状态下，其实他已经很深的去切断了，所以才会说我们对于这些忧郁的朋友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单纯的陪伴。你给他再多的建议，其实对他来讲，他都没有办法真正的从他里面长出意见，或是长出力量，或是他自己没有从那个壳里面破壳而出。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在学习的是如何让我们内在的那个渴望的那个动能是可以破自己的壳出来的。其实我也有自己的经验啊。我以前呢，我以前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有点像好好先生这样，人家说什么都说好，但是你问我有什么意见，我都会跟你们说我不知道，都可以啊，还是没有意见，没什么意见，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也真的想不到，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在开始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我里面超多意见，而且批判超多的。但是都藏在很深的地方。可是呢，当别人你告诉我怎么做的时候，我就会去配合别人。可是这个历程需要从我里面自己慢慢的破框而出，就是我开始慢慢的去可以表达我自己，原来我这样的要求是可以的。我讲出这些话，我讲出这些需求，我不会再一次的受伤。可能我讲出这些需求还会勾动我以前很受伤的情绪。但这些都必须要在我们努力的
这个疗愈自己的过程被打开。当慢慢被打开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可以畅所欲言，表达我自己内在的一些渴望跟意见的时候，我就开始可以加速我自己的疗愈。所以盛峰，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忧郁、悲伤这些感觉啊，那当然在你刚刚讲那个情绪历程嘛，然后其实最后被切断嘛，对。可是其实有这些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其实真的都是一个媒介，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把自己连回来。没错，就是说，用探索、跟好奇，还有疗愈，对，来代替切断啊，是不是？没错。所以呀，通常我们去开始觉察跟感受自己的情绪，并且去经历我们自己的情绪感觉，它是一个通往疗愈的道路。因为当我们去经历我们的情绪的时候，我们才有能量的流动。能量的流动就是一种可以把我们关闭或切断的那个部分，把它重新打开。可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说关闭比较对，因为感觉比较舒服。对，因为呢，当在流动的时候，有些人他没有在流动的过程去更深的觉察的时候，他的流动是属于一种就是掉到黑暗或是掉到悲伤里面的流动，但是那个流动它是没有帮助的。对，我有的个案，我有几个案，他们在描述，他们就说为什么不喜欢那个感觉？真的就像盛峰形容，他说就是掉到一个像宇宙一样的大黑洞里面，没错。然后在里面也不知道是飘还是干嘛，然后就是就是在那里面，然后整个被包围，然后其实很可怕，对，然后手足无措这样子，有点像飘在外太空。然后完全没有线，但是在那个状态下，其实你是跟外面或是旁边的人是切断连接的。你可以想一下，在那个状态下的时候，是不是多半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可是如果说你愿意让那个状态展现在另一个人面前，而另一个人也许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师，或是你的可以协助你的朋友，在那个状态下，他开始在当下跟你产生连结的时候啊，那个疗愈的力量或爱，它就会进到你那个黑暗里头。没错，这的确是我跟这一类的案主在做諮商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历程是在諮商里面，我会鼓励他们或就是鼓励他们是。在这边还是可以展现情绪啊，在外面你先要切没有关系，但至少在諮商的空间里面，我们要有机会可以练习。可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就是要跟你产生连接，对要让你经验到，其实，在那样一团的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觉察、去好奇，去先跟人连接，同时也跟自己连接。对，所以我常常都会跟个案说啊，你来做疗愈啊，不会是就是从此刻之后就一直更好，你可能会感觉到一团混乱之后才慢慢变好，或是更深的情绪出现之后才会慢慢变好。但是呢，我要让你知道的是，你现在的哭跟你以前自己的哭是不一样的。对，你现在的哭啊，是一种疗愈的眼泪，是有一些疗愈因子进到你里面，或是我有协助到你。但你以前自己一个人封闭起来的眼泪，是一个就是在那个黑暗的或是悲伤的循环里面的眼泪，它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会给我们跟个案我们更多的信心。不过其实也很像是回到那个脑筋急转弯的电影里面。就是其他的情绪也后来会去找悠悠，对不对？就是也不是把悠悠就是悠悠一个人窝在角落的时候，其实其他的情绪也会去，有点是也就是在跟他做连结。没错，所以悠悠，当我们自己当悠悠出现的时候啊，其实它的功能，我们说它的功能其实就是让身边的人要跟我们产生连结，所以其实我们缺的是一个好的连结。所以今天身边如果你有常常比较忧郁的朋友，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顺着那个状态，你可以去给他一些安慰跟关心。但是重点来了，就是
不要是用那种二元对立啊，比较心态啊，或者是应该怎么样用你应该要怎样，应该要给他意见的这种连结。什么叫做心跟心单纯的陪伴的连结？那个也是需要学习的，那个也许就是悠悠最需要的东西。为什么？要不要分享一下悠悠有什么？就是悲伤这种，他们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意义吗？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意义，就是悲伤它牵涉到了一种失落。在生命里面我们都会经历失落这件事情，会，每个人都是，这就跟学习死亡课题一样，失落这个课题呢，也是每个人在生命中的必修课。可是如果我们一直不去触碰这个部分啊，我们就会卡在，不管是也许卡在愤怒上，也许卡在忧郁状态，没有真的去走完那个失落的课题。所以啊，失落是一种什么样的课题啊？失落就是一种可能我曾经跟我连结的断联了，对，没有了，对对，没有了，失去了。可是这件事情啊，与生俱来，我们从还是小婴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经历这个感觉了。一个小婴儿开始出生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是一个像全息的宇宙，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只要我哭就会有满足我的东西。但是越长越大，怎么我哭，爸妈不满足我了，开始要叫我自己处理了，所以自己那种全能感就开始产生了一个失落感出现，所以这失落是我们生命中一定会存在的东西，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去彻底的去经历，也去接纳这个失落，然后才有办法走到放下，这件事情。所以盛峰要不要怎么调试失落或失去这个部分？好，怎么调试失落或失去这部分？比方说有亲人离开啊，等等的，就是有一些我们可能未表达完的话，或者是我们跟这个对方有一些过往的一些情绪或者一些关系的连结或者是纠结没有整合好。所以其实呢，就是心理学家有4个方向，就是道谢，好好的谢谢对方；道爱，可能你没有说出的那些能量，你要怎么样去再把你想要爱他的那些语言表达完。道歉，有些你的纠结没有讲出口的，你也把它释放出来。最后一个就是好好的道别，让你在心里面呢有一个完整的离开。那这几个能量，它透过这个失落的历程，慢慢的也把你内在这些能量清理了、释放掉了。那你就会回到一个，你就可以比较完整的走完这个历程，你就比较能够穿越这个历程。应该是说我们盛峰刚刚在讲的，如果用我的词，就是真的会哀悼。对。再见，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说再见的历程，没错。可是其实在这个历程里面呢，真的也是会蛮伤心的，是蛮悲伤的，没错。可是那种悲伤比较是流动，或者是当下，或者是其实它多少还是会可以过去，对，它会重复，但是大概一阵会就是不是，但并不是说。好像笼罩着你，然后你在里面好像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种悲伤是你好像知道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或者是你明白了些什么，或者是你接纳了些什么。对，只是心情上、情绪上还是会哀伤，还是会难过的。这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状态。所以当我们慢慢的走完这个失落的这个历程之后呢，才会再进到下一个历程，就是去学习，其实原来一切都是没有离开过，都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又要通往比较灵性的道路了。这是一个不同层次的一个部分。但是其实还是回到每一次我们跟盛峰心理师聊的一个概念是疗愈的初期，可以一步一步来，然后一块一块来。对，然后其实盛峰心理师是不是其实疗愈一步都算，每一步都算疗愈？当然啦。不是要到达目标才疗愈吧？当然不是啊，疗愈这件事情是没有尽头的，真的。听起来有点
除非你已经就是成仙吗？成仙了，就是死亡了。对，没错，没错。我们其实也很常在讲啦。我自己觉得觉察是一个工具啊，觉察就是一个工具，就是你透过諮商，练习觉察，带着这个工具回到你的生活，然后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可以运用它。疗愈其实也是哈，就是它其实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没有所谓的那个 ending。就是但也代表着你每走一步，其实都是疗愈。能够先走到哪里，那其实都是一个疗愈了。我们就是趋近于完整的自己。那至于完整的自己是什么，也在我们探索自己的过程中，慢慢的去觉察跟发现。就是我们在谈，我们跟圣光心理师，我们其实都在谈的是一个历程历程是很重要的。但是那个完整的自己到底是什么不确定，但是我们每一步都在趋向这个完整的自己，或者是套用我老师的话，是你每走一步，你都到达了那个彼岸。没错，这样的概念分享给各位，因为很多人会卡在那我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聊完？其实也许它就是你生活里面的一个部分。再度谢谢生活心理师，因为我已经连续找他2次了，但是谢谢生活心理师，真的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也很喜欢跟圣风一起讨论很多跟这些抽象的感觉有关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其实每次我觉得聊完，对我来说就很疗愈，而且非常的感动。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再了解的情绪感觉情绪，因为情绪真的很多我们就像今天的悠悠，只是它是一个很多情绪、很多感觉的一个综合词。所以如果你想要，我们可以来分享绝望啦、茫然啦、无助啦，其实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也可以再有新的素材，也可以再做其他的节目。期待你的留言，也再次希望可以看到你咯。拜拜。